我的婆婆温迪节目可真多，刚来中国几天，开始挑事儿了，开始告状了，强烈表达了她对我们家庭以及中国中老年人的不解。我昨晚回家，我说我爸呢？温迪说我要跟你好好聊一个事儿，你坐下，我怕你承受不了。我寻思我爸咋的了呢？我坐下，他跟我说 Your father 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酗酒者，就刚才拎着5个酒瓶子走了，而且不是一次了，每天晚上就7点45左右拎着一塑料袋酒瓶子就下楼了，15分钟之内还回来，像没事似的。袋是空了，至少5、6瓶酒啊就没了，这瘾挺大呀。我很担心我的哥哥。我说我爸平时没有独酌的毛病啊，是不是让你给整抑郁了？然后我爸回来了，我就问我说你拎酒瓶干啥去了？我爸说我换钱去了，楼下有个店，酒瓶能换钱。温迪听着了，哪个店呢？我爸说这点小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呗，咱是一家人，我赚了就等于你赚了。温迪说哥哥，看你这话说的，提感情可就伤钱了啊，伤钱了啊！还有个事儿不理解，我爸喜欢烫脚，前2天端着一盆热水到屋就要烫。你们也知道，中国老头那烫脚水那都直冒烟，我爸呢就很习惯性的把脚往水里沾一下子，呀呀，再拿出来，让温迪看着了，从远处飞奔过来，哥哥我救你！然后啪把手里一杯冰水倒我爸洗脚盆里了。我爸说你干啥呀？温迪说要不是我你就烫脚了。我爸说对呀，要不是你我就烫脚了，歇歇吧你。温迪说不用谢，不用谢。之后每天我爸还是这样，温迪就问大胖媳妇你的中国岳父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搞巫蛊？你说天天按时按点整个盆，往里撒小红粒儿，整的那样烟雾缭绕的，跟歌剧魅影似的，烫的鼻子不是鼻子，嘴不是嘴，但坚决不让我往里兑凉水。喝汤也是，哎，那个汤吧好不容易凉了，他拿厨房就热，热的吧自己喝不进去嘴，端着就是然后再给吹凉，整的汤都懵了。我本来都凉了，你又给我热了，热完再给我吹凉，挺白热化的这个场面。挑战完我爸，温迪又口出狂言，挑战中国老大爷，跟我爸说我们那里都是很注意这个强身健体的，但是我看北京好像很少看见那种就是练得很好的人。我爸说有的是。温迪说怎么可能？我路过健身房，练得一般。我爸说你路错地方。于是我爸给他带到了一个公园。我爸说温迪，这些苗子都是哥哥。温迪一看，这哪是哥哥，这是哥哥屋啊，哥哥屋啊。我说温迪，我们也在乎身体，就是练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拿铁将来也是要进哥哥屋的，基础都打好了，喝了大半年多能运会，体质杠杠的。说到这儿还有个丢人的事儿，我上次去合肥出差，拿铁把奶粉干空罐了。我以为我在合肥跟我在沈阳似的，我以为自己挺火呢。这都能运会，大品牌，富含天然 OPO， 我知道，我儿子一身腱子肉，我拿它给拿铁冲半年了。奶粉就是冲奶粉的，不可以冲咖啡。距离温迪第一次邂逅公园老苗子已经很久了，但每在任何地方看见苗子，温迪依然觉得唏嘘。晚上给他加拿大2女儿打电话，还说呢，我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了，咱们的撸铁重点是去哪儿撸，他们的撸铁重点是哪儿有铁，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哥哥，没有科技全是狠活，咱们肌肉疼喷喷雾，他们肌肉疼创大树。咱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得等爸爸来接回家去喂饭，他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刷着老年卡接孙子去学珠心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拿铁大小在北京。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一个粉丝当场翻脸。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俺家就塌房了。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别人说啥他都想学，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等当老师，教学成果是啥样呢？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我们去吃饭，上了一道羊蝎子，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就问我羊蝎子。张是颜色。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离他爸一共2米远，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但是啊，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他必须得一气呵成，一旦打岔全记串。这是火箭子，火箭子。I like good dress，我靠，火箭子。还有呢，我们家前阵聚餐，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就跟布莱恩说，来，走一个，你得走一个。布莱恩就问大胖雪，这啥意思？大胖雪说，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布莱恩说，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就说走一个。大胖雪说，当然不是，只有东北人。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到处找机会用，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走一个，拿铁，走一个，拿铁。你都啥样了？我还没有拉完呢。把门给我关上，把门给我关
上。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他很喜欢中国，我还想带他旅游呢。但他后背有伤，坐飞机挺痛苦。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加大加宽，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采用人体工学设计，做起自然贴合腰背，就像双手托着一样，缓解腰背空缺压力，随时随地护腰。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你发现没？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好词儿他不爱学，就爱学那些损词儿，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在东北的时候，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因为他嘴甜，会捧臭脚。今年过年喝酒，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那夸上天了都，说我老丈人大作家，一年呢写900多本书，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因为你携带文物。我爸听了那就高兴，但有点不好意思，就跟大胖媳妇说：“你滚一边去。”大胖媳妇一听，滚一边去，跟布莱恩说：“听着这个词儿没？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布莱恩说：“那滚一边是啥意思？”大胖媳妇说：“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大差不差，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离别之时啊，布莱恩就开始瞎用。我爸说：“布莱恩，你一定要再来啊！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我厉害呀！我爸问我，他说的啥？我说这是法语。回到北京，我们去了博物馆，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模仿古人做壁画。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画的这也太好了。滚一边去，滚一边去！有太多的粉丝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彩铃啊，外国女的生完孩子是真不坐月子吗？这事儿我问过我加拿大婆婆，那月子肯定是没有坐的。那她不坐月子生完孩子做了什么呢？人家3个孩子每生完一个，第一个事儿就是让她老公给她买那个倒过来都不洒的冰激凌，还必须得是特大号的。用我奶的叫法就是3XL 嘛。北美的甜品号码我是知道的，她要是说这个桶是特大号，那基本跟尿盆差不多大吧。其实我感觉他们对冰的东西的依赖和咱们对热的东西的依赖是一样的，就不管有啥事儿，总觉得用冰镇一镇，它总会是有用的。我婆婆说她年轻的时候，就每个月最难受的这几天，人家就去游泳去嘛，还得挑凉吃的。所以我看加拿大的那个医院门口一般都有一个冰激凌店，这就跟咱们的医院门口肯定有卖热粥、热豆浆的是一个道理。我女儿2岁的时候在伦敦嘛，就是扁桃体发炎了。完上医院看医生说，那就只能开点药，那小孩也不能多吃，就回家自愈吧。我说的那他太难受了，我能做点什么让他舒服一点呢？然后医生说那就只能是孩子一疼你就给他吃个冰激凌吧。就我在这种环境下呢，说实话生老大的时候我也没咋坐月子。就我妈吧还真特意来伦敦就是要给我坐月子的，就说一定要坐。完我说行，我听你的。完我是早上4点钟生的嘛，那时候伦敦已经秋风瑟瑟，就满是寒意了。完事孩子刚生完，刚放我身上，也就5分钟吧。我的产婆就 hope 嘛，就是希望，就打开了希望的天窗。这个希望，所有窗哐哐哐全打开。我的产婆希望的意思呢，就是那得是打开窗户，让产妇吸收一下新鲜空气，还有小宝宝。给我妈气的，她一打开，我妈就全关上，我妈全关上，她全打开。完了，这产婆还问我老公，你这个 mother in law， 你这个丈母娘有点焦躁啊，咋的恐高啊？你告诉她放松。我老公寻思。你放松吧，你再打开一次，他顺窗户给你撇下去。完，我妈就是在这看着这窗户嘛，就谁敢碰这窗户，他就必须得给摁死。但是他们就玩夹击，你知道吧？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护士长这么一个类型的人物吧，就趁我妈就防守都放在窗户的时候，给我领到了浴间，就跟我说：“亲爱的，咱们抓紧时间洗个澡。”我当时就没有啥感觉了，我觉得你说刚生完孩子就已经被这个泰晤河畔早晨4点钟的斜风就已经洗礼一遍了，那现在洗个澡又能如何呢？但是我在里头，我能听见我妈在外头找我，其实还挺有娱乐性的呢。我就听着她一听我被带到浴室洗澡去了，哎呀，给她气的，哎，薅着我老公喊，就这你媳妇让人领到浴室洗澡去了，你都不管。哎，你说这边一个带去洗澡去了，外边的不让关窗户，一会儿他洗完澡出来，这屋这过堂风，能给王八给吹翻壳子了，那不落病吗？给人往死里整，太损了！你个大傻狍子呢，搁这卖单呢。这时候呢，我洗完澡就迎着这个所谓能给王八吹翻壳子这过堂风，我就出来了嘛。然后我眼前是我生完孩子第一顿这所谓的月子餐呗，你们也能想象是啥了，就大凉三明治配冰水呗。其实这冰水吧，你要说它是水里边加了冰块，有点委屈它了。它其实是一堆冰块往里边填了点水，就是你听没听过一个童话叫《一只乌鸦口渴了》，就那个配图，就其实里边都是大块完添了一点水。这时候我妈就疯了，就真是疯了。但是产婆其实不明白我妈疯点在哪，就觉得她可能就是焦虑症，完事儿就给她嫁出去了，就以这个产妇要休息为由给我妈给嫁出去了。我妈一边被架着往出走，一边冲我喊：“妈妈一定会回来的，闺女，你一定要忍住，不要吃他们给的饭，不要喝他们给的水，妈妈一定会杀回来的，不能妥协，你是有气节的孩子，他们都是虚伪的纸老虎，听着没？”
然后我呢就睡了一小觉，醒了呢有个护士来找我，问我这个 Miss 黄，这楼里有个 Miss 黄是不是我的妈妈？我说是啊，咋的了？他说 Miss 黄把2楼的微波炉给整爆炸了。后来我一问是咋回事呢，就我妈呀去给我找吃的去了，她就想给我买点汤，结果到处也没有。最后在超市发现有人买汤，她就跟人家买，但是国外这个卖那种大酸奶的桶和汤桶是一个大小一个形状的，人家拿的是汤，她拿的是酸奶。完事跟着人家去看那人是怎么热的汤，到2楼茶水间，人家放到微波炉里热这汤去了，我妈把我的酸奶给热了，结果梆一下子，哎呦我的妈，伦敦塔桥都一震的。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没看着那个汤上边他画着木瓜吗？我妈说那我不着急吗？我就以为是泰式咖喱汤呗。